因为我水路的这个空间非常有限，尽管我的台面高度做的比较高，但是它比较窄。在这么有限的空间里面呢，热水，我用热水的方式就是小厨宝，昨天下单了一个，今天送到的。反正这种东西就买品牌的吧，就没什么问题。现在准备安装一下浴室的龙头，我的浴室龙头弄得还比较简单，龙头呢？因为看我这个小的淋浴间，其实就是坐在这一块儿简单的淋浴，所以虽然高度啊位置是可以安装那种就是自上而下那种花洒家用的那种，但我觉得房车没必要，房车就是简单的淋浴，对吧？夏天的时候热了冲冲汗，像家里面那么舒服的，对吧？有空气花洒呀什么的，其实水箱也不够用，所以我就觉得买了一个最简单的，这样安上，然后支出来一个花洒挂在这块，所以我现在需要把这个安上。一个转角的接头，这是6分口，这是4分口，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可以在钻洞的时候有一些轻微的误差，然后通过转角，然后把这个2个洞之间那个距离修正好。现在连好了，我先接一下龙水管看一下，这个放开，这是打开的，这个先关上吧。靠，这块好多电别淹了。想想这个。还可以。那么为了说在这么窄的空间内尽量多的增加一些用水面积，所以我这个水盆呢选的是相对狭长的，2个水龙头，一个是正常的水龙头，还有一个是直饮水龙头，也就是说未来从这个纯净水箱里面抽水用的。现在水龙头都已经安上了，所以这个隔板呢，我是之前已经裁好了，在隔板上面呢，我还会做一层贴皮。就是这个水压还是挺给力的，而且现在其实水压没有调到最大。这龙头其实几个功能，还有那种喷雾的了。现在热水器安装好了，固定好了。水好大呀！比较简单，进水然后出水，然后这块进水的时候，它有一个小的泄压阀需要到排水口，在第一次加热的时候要加满水才能加热。我现在已经正在加热的过程中，所以能看到现在的这个库仑计的功率输出是2.4千瓦，这也是一个加热的峰值功率。现在测试一下，因为现在烧了有3分钟了吧。还是有点温，热的，温度很合适。再测试一下淋浴间的温度，也出热水了。Kiss me.